台湾教育跟工作有很大的脱节，其中一个就是离职教育消失。来打工的小朋友1天要离职的，3天要离职的，他适应不了。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，他不知道怎么去应对生活中的，而这就是理的重要性。不过现在台湾很多学生右翼的故事非常生疏，所以在学校爱的教育变成爱的包容，就会变成烂形烂仔。现在他的受众很年轻，可是大陆他们对于很多历史典故是非常熟悉。比如说秦始皇摸电门，赢麻了，是台湾的学生很难直接联想，因为他不知道秦始皇叫嬴政嘛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讲到历史跟教育的关系，我们都知道一年树木，百年树人嘛。教育是国家之大事啊，那也是我一直在关注的议题。尤其我在台湾做时政讲评，教育一直是很影响人、移风易俗。尤其我们讲到两岸之间交流，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论坛，就是在教育的话，就是非常重要的哦。所以自我认知跟自我修养，还有自我长大之后对这个社会的理解，跟教育是充斥的紧密的关系。但我们要知道啊，世界各国的教育啊，其实并没有来得那么容易。但是我一定要讲，在中国历史上，我们真的要抬头挺胸，因为很早教育呢就普及到有教无类啊。我们讲到孔子啊，孔子对于我们中国历史的教育是影响非常大的。但是其实，在孔子之前有没有教育呢？有教育，只是他就在封建贵族的上面。我们都知道周朝是个封建时代啊。根据《周礼》的记载啊，它里面就讲到说，养国子以道，乃教于六艺。六艺是什么呢？就是君子教育养成的最基本哦，礼乐射御书数。那这个君子教育养成最基本呢，当中啊，礼我们可以分成5礼，那是教导当时的君子们呢，如何在正确的场合做正确的事情。如果有来自台湾的嘉宾，应该就很有感受了啊，因为现在台湾的教育现场啊，教育跟工作呢有很大的脱节啊。其实我觉得这其中一个就是理智教育消失了。像我自己也开公司，因为我做经营 YouTube 嘛。那来打工的小朋友1天要离职的，3天要离职的，因为他适应不了。在学校爱的教育变成爱的包容，最后变成烂形烂散。我觉得这是一个教育很大的一个差异。那导致的就是孩子们呢，尤其我们台湾少子化现在非常严重啊，所以呢是工作要找的，所以他选择很多。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，他不知道怎么去应对生活中的，而这就是礼的重要性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周朝的时候，礼就已经告诉你该如何作为以身养成这个部分了。那另外呢，乐是古代人啊如何在正确的场合进行正确的表演仪式，它是包含音乐跟舞蹈。比如说我们今天祭孔的8佾舞啊，它就是乐的一部分。当然你知道，其实孔子祭8佾是不对的，但是我们把它给升格了，毕竟至圣先师嘛。另外呢，到射，这个射就很有意思了，射箭。那古人呢，射箭是战争防身打猎，其实也是锻炼身体强健体魄。所以我们现在的教育里面呢，尤其华人教育，不管哪里，大家什么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。其实不对啊，我们的老祖宗告诉我们，要锻炼身体啊，你有强健的体魄，你才是一个完整的君子人格啊。所以呢，其实射这个东西呢，不只是打仗，它也有表演的仪式。然后书就是好好的写字，但现在这个大家打字手机多啊，写字渐渐不行了。我讲到这个，我一定要分享一个小小经验哦。我觉得书真的对我们太重要了，因为我们做频道总是要剪点片，然后做字幕。现在其实有很多 AI 字幕，但孩子们呢常常在错字，搞到后来呢，他们都戏称自己叫文盲。连我都连带班拖累，因为我太忙没时间管频道。我说，反正你们校正就好了。这实在是头很痛，我都觉得我的中文程度不是很好，这到了他们落差就更大。所以其实教育基础的话部分也是很重要。再来呢，御啊，御其实是指驾车的意思哦。但在像周代的话，贵族的记忆啊，驾车啊，它驾的是战车，因为周朝的时候还没有发明马鞍跟马镫。如果大家对春秋战国的这些历史有研究的话，你会发现几乘战车是展现国力的基础哦。所以当时的贵族每个人都要御，我能出多少人来骑这个战车啊？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哦。然后呢，数这就有意思了。数里面呢又分成9数，方田、粟米、差分、少广等等等等等等。但是我告诉大家，他教的是什么呢？它是数学啊。所以古人其实很重视数学，而且它这里面呢，比如说方田是指田地的测算，粟米呢是指计算数量当时的比例哦。另外呢，还像银不足算盈亏，这个贵族他又不做生意，为什么要计算这盈亏？因为他们收租嘛啊，这些的也是需要的。还有像旁要啊，旁要这更有意思了。我们早在周朝的时候就有三高定理啊，或者我们说叫做毕氏定理。所以呢，这些东西啊，我们可以去勾勒出古人的一个文化的面貌，但也见证到教育跟生活
是息息相关的。所以我想，两岸教育做好交流，其实是更加的可以去深入到社会的一些脉动。台湾今天教育的一些状况，其实是深刻的反映台湾今天社会的形状，还有年轻人一些思潮的根本哦。那所以我想啊，多多交流，两岸和平共荣才会更有的前景。但是我为什么讲孔子呢？因为孔子有一句话嘛，叫有教无类，因材施教。但有教无类在因材施教前面，因为以前呢，类是什么？类别，贵族跟平民那是不一样的。孔子呢，有教无类时，我不再甄别贵族或平民。以前教育刑不上大夫，不下平民嘛，因为礼它就是作为古代教育的根本。那你平民又不用学习教育，你会耕田就好了，你学这干嘛呢？所以呢，有教无类。这个是在世界上很少见的，尤其呢，中国是在帝王体制高度早熟形成国家社会的基础。为什么秦始皇动辄征发民夫数十万、数百万，修那个直道到今天还可以看得到那个遗迹？因为中国在基础的教育跟动员方面非常强大，他才有办法去调动这么多的能力。那这个就是在孔子开始啊，把所有的教育下放到平民。所以当中国教育首次下放到平民之后，它的质变是非常快的哦。到了战国时期啊，就出现了不一倾向的局面。比如最有名的就苏秦、张仪呢，合纵连横。那这对师兄弟他们怎么来的呢？其实就是因为教育已经普及到了一般的老百姓了，在这个6艺呢，也就变成在社会当中的必修课啊。好，所以这样的一个系统性的教育啊，虽然必须承认，在近代以前，老百姓识字率确实是没到那么高，但是呢，一家里面或一个氏族里面有个1、2个人识字，然后来作为政府政令宣导啊、宗族的一个结构啊，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啊。所以这一些我们都可以看到说，我认为最早也对社会上有一个教育系统的训练，在中国应该在世界各国历史上算是非常独一档的。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教育的一个部分啊。不过啊，也要提一下关于6艺的故事呢。我还看一下小抄，还可以讲一下。现在台湾很多学生啊，对这些故事是非常非常生疏，所以我一直觉得两岸要多交流。因为就我了解，我也很喜欢看大陆的 B 站，很多的内容，尤其是历史类的。可是这种东西在台湾就很少。大家知道 B 站有个特色，它有弹幕嘛。其实重点是看弹幕，对吧？然后就会看到说，这个大陆的观众啊，尤其 B 站它的受众很年轻，然后他们对于很多历史典故是非常熟悉的。比如说有个梗，我也是看大陆我才知道，秦始皇摸电门赢麻了。那像这个，你如果不知道秦始皇叫嬴政，那你怎么赢麻了呢？那如何创造2个秦始皇？就是创造双赢嘛。但这种典故是台湾的学生很难直接联想，因为他不知道秦始皇叫嬴政嘛。虽然谐音梗要扣钱，但是知道历史梗就不扣钱了。那最后我要提一下论坛之由来，因为我知道我要来这个论坛的时候，我就在想陶之行是谁？我去查了一下，原来是陶之行嘛，正如我刚才前面所说。但是在台湾，我们的教育系统里面叫陶行知。那为什么呢？陶行知、陶之行差在哪里呢？我们知道陶之行先生啊，他的偶像是王阳明嘛，知行合一的代表。但是他说行在知前面，是到了他生涯后期的时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到了1934年的时候啊，他有感行是知之始，知是行之成，所以他就开始改名，而且他常年都在农村做农村教育。那农村教育其实会跟共产党比较熟悉，因为共产党对农村的建设跟农村的经营是非常有成的，而国府啊，它主要是在上层结构跟国家大法的上面的进行，所以这就形成一个很有趣的经典哦。虽然在台湾现在也比较不学这些故事，但如果有学的人，大部分都叫他陶之行，因为呢，他做办教育嘛，总跟政府要好一点。他还跟国府比较熟悉的时候，大家把它停留在知行的层面。当他变成行知的时候呢，因为跟共产党比较好，所以国府就把他的故事就封停，也不黑他，就把那个暂停键就说他叫陶之行。所以在台湾呢，因为我们接受的是国民党的史观嘛，所以呢就留了下来，这非常有意思啊。所以后来啊，在全面抗战的号召的时候，他就成立了中国战时教育协会，而且在1941年还发起了中国民主同盟嘛，到现在还是中国大陆的第2大政党，在8大政党里面哦。所以你看，如果没有这些历史的交流，光是陶之行还是陶行知，其实两岸可能就讲了都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。但因为经过这个交流，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啊，投石总问路嘛。所以我想今天能够来到这边真的是非常荣幸哦，而且有这个交流的机会，也让我们有这个机会了解到两岸在教育上的不同，而通过交流呢，把不同变成呢认同，进而呢创造大同。我想这也是老祖宗告诉我们故事嘛，以大同基洛复兴作为民族的使命，这是在世界上很少见的。尤其在外国基督教文明的话，它是以对神作为它的第一负责人，这个比较不一样的哦。所以我想交流是理解的基础啊，也是和解的开始啊。今天一点点分享给大家，谢谢。